好长一段时间啊，我经常能收到小伙伴们的私信，让我做一下 XGP 的游戏推荐。我寻思着这有什么好推荐的？游戏又不要钱，咱都点个下载试试看不就完了？结果啊，你们不给我投币的原因竟然是 XGP 我都花钱买了，我竟然还要花钱试游戏？好嘛，那正好趁这个春节假期，大家终于有时间玩游戏的日子，我就把 XGP 游戏库给大家翻个底朝天，给大家找找看到底有哪些好玩的。这次游戏推荐涵盖了各个游戏品类，不论是亲友团聚还是独自在家，应该都能找到你喜欢的。第一个，帝国时代4。如果说这个时代是即时战略游戏的黄昏，那帝国4绝对是这最后的黄昏里依旧耀眼的光辉。这个战役的制作精良程度堪比星际争霸，每个关卡都有纪录片级别的过场动画，操作也不像老帝国一样诡异别扭，而且冷兵器 RTS 真的很浪漫，骑兵冲锋，步兵拉阵型，这是和科幻 RTS 完全不同的体验。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玩玩蒙古战役，改个热键 F2A。因为神圣的卡拉连接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。烧房子还能加钱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沉浸式体验蒙古烧杀抢掠了，属于是。双人成行能评上2021年度游戏，可不是因为当年没有别的游戏了。迪士尼的画风能让大部分的玩家都能接受，剧情简单却又非常有代入感。变相的主角们即将在家里进行一次爱丽丝梦游仙境之旅。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家居物件变成了阻拦主角回家的巨大障碍，在后院树上的蜜蜂穷追不舍中，体验一次欢畅淋漓的战斗和跑酷。当我们抵达终点，离开梦境，才终于能松了口气。双人成行也算是这样超高的客厅级游戏了。家里面来了客人，分享个手柄，5分钟就能上手，10分钟就能整活。哪怕是熊孩子看着我玩，他也能在一边傻乐。天外世界，我买完才发现 XGP 有收录，亏得直抖腿。美式 RPG 最大的特色就是你想做什么都行。天外世界呢，它的选项实在是太多了，多到可能你一开始根本选不过来。你可以一路嘴炮说服每一个为难你的人，你也可以去详细了解每个人的身世和发生的冲突，做出你觉得符合你道德逻辑的选择。当然，也可以像我一样，你敢骂我，我给你直接突了。奥日，如果你就是想单人硬行，我觉得奥日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。作为一款横版动作冒险游戏，美术风格和 HDR 效果放在大电视上真的绝了。我就是因为这个画风才入坑的。流畅的跑酷动作也是奥日的一大特色，一旦你熟悉了地形，就很容易打出那种想要录屏的操作，然后你就完全沉浸了。逃脱战也是很有意思的环节，那音乐一响，压力挠的一下就上来了。然后你还要在跑路的时候去观察环境，尽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，压迫感直接拉满。女神异闻录5皇家版，要说今年我最喜欢的游戏，必须是女神异闻录5了。在游戏中，玩家将扮演一个普通高中生，白天正常上学，放学之后就化身怪盗，偷取大人们的扭曲欲望。战斗时配合主角帅气的动作，我整一个中二之魂都被点燃了。片5基本可以分为迷宫战斗和日常生活，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游戏里面体验主角的生活。你可以去不同的店家打工，可以读书，可以去钓鱼、扔飞镖、打台球、看电影，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和不同的小伙伴增进感情，了解他们的故事，还可以和他们谈恋爱。而且为了增加代入感，游戏中所有出现的街景、地铁都是1:1制作。玩过 P5 的玩家，去到涩谷地铁站就会回到家一样熟悉。你甚至可以顺着游戏地图找到现实里主角所住过的咖啡店，真的特别浪漫。P5 塑造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世界，非常适合在空闲时间慢慢游玩。胡闹厨房，新年聚会怎么可以少得了胡闹厨房呢？和朋友在客厅一起做菜真的太假日了，而且本身 Xbox Series S 就很轻便，去朋友家一起玩派对游戏就是直接插在包里面就走。
银河破裂者。我本身就很喜欢玩外星探索游戏，比如之前的异星探险家、外星种田，一玩就是一天过去了。然而银河破裂者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觉，它不强调资源管理，游戏的重点都在建立防御炮台，抵抗各种异星虫群。而且这个游戏是我最近玩到俯视角打击感最好的游戏，机枪、喷火器、散弹，每一下都是枪枪到肉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前期我们还是战场的主力，到了后期，防御工作都交给了成群的炮台，铺天盖地的虫群对上大规模杀伤武器，这可能就是银河破裂者最爽的部分了。还有几个游戏也是我非常推荐的，像是异星探险家、泰拉瑞亚，我之前也有做过视频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看一下。还有一些我没有介绍到的游戏呢，质量也很不错，比如说药剂公益、杀戮尖塔、福岛物语、八方旅人等等等等。假如你买之前不知道 XGP 都有哪些游戏，也可以直接到官网去搜。我查了一下，接下来女神异闻录3和4的重置版会在1月19日首发加入 XGP， 而且怪物猎人崛起也会在1天后上线，这应该也是怪物猎人第一次登陆 XGP。日式游戏好玩是好玩，就是傻贵，这波说不定能吸引到很多 PSP、3DS 时代的老猎人了。最开始 XGP 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对订阅制还是有很大质疑的，为什么我要花钱订阅这些破游戏？但是随着后来微软不停的使用超能力，现在 XGP 已经基本上能包括全品类的游戏大作了。微软也会把自家第一方的游戏在发售的第一时间就放上 XGP， 而且时隔多年，现在连索尼都开始上订阅制游戏服务了，这不是反向证明了微软 XGP 的吸引力？我个人觉得买游戏这件事情就很让人纠结，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精神阿根廷人。大家都知道阿根廷低价区游戏便宜，阿根廷人口才4500万，定阿根廷区有3亿人。XGP 就非常适合玩一些一直很想玩，但是又不想真的花钱去买的游戏。比如说2042，我就一直听说是一坨答辩，但是大家总是想知道答辩有多离谱。我们玩家花300-400块钱图一乐的本事没有，但是8块钱白嫖的胆子还是有的。当你真正在战场里面看到飞天气垫船，还是很震撼的，好吧？如果你对老游戏无感，2023年我还看到好几个大作要首发西瓜皮，比如有个很受期待的动作游戏《原子之心》，还有前段时间很多主播都在试玩的《卧龙苍天陨落》。MC 粉还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的衍生作《我的世界传奇》，这些都是上半年已经确认的阵容。那我现在玩 XGP 游戏的设备呢，一台是我的电脑，另一个是我的 XSS。如果是 PC 和 Xbox 上都有的游戏，存档是可以联动的。你在一台机械上玩到一半，在另一台上面可以接着玩。其实，在主机上玩游戏的体验是更好的，但是 PC 可以玩到一些主机上玩不了的游戏。你说帝国时代这种游戏，手柄它能玩吗？它玩不了。对。给不太了解 Xbox 的小伙伴介绍一下，微软现役游戏主机有2种型号 ，XS 定位扛把子，比较适合硬核玩家，玩起来画质就是拉满。XSS 高性价比，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等级森严啊，它可是完整继承了很多次世代特性的。说一个我觉得很强的功能，快速恢复，有点像是手机上面的后台，支持的游戏打完了之后不用管，你直接退，它可以挂在后台。然后离谱的来了，你就算直接把这个电给拔了，在你下次开机再打开这个游戏的时候，进度还会保持在你退出去的时候，而且更关键的是可以挂不止一个游戏，这就是主机闭源系统的优势了。XSS 刚出的那段时间，大家都说 XSS 的机能以后次世代游戏根本不够用，好家伙，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几个次世代游戏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容量实在是有点小，只有300多个 G， 细节看完估计都乐开花了。反手出了一个 XSS 定制扩容，我有这钱，为什么不买个 XS 呢？不过要说以前，我就想体验一下次世代游戏，得先要399刀买个机器，再60刀买个游戏，攒了半年的小金库就一点儿都不剩了。但是现在就是这么一台全功能次世代游戏机，全新也只要2000左右，再加上有 XGP 这种订阅制游戏服务，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玩家的体验门槛。毕竟有什么比先玩上更重要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一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切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